不是这个活动，不是这个活，这样没有动到剑椎嘛，晓得吗？对，用剑椎来带动骨盆，所以是剑椎，你看是剑椎先，剑椎引导，剑椎为中心来带动周边，脊椎就是类似划船的那个 S， 但是还是一样哈，学着控制，用你的剑椎，剑椎怎么做？剑椎往前、往下、往后，用这个剑椎来摇动你的脊椎，不要用腰，不要用胸，啊，也不是用骨盆，也不是用骨盆哈，学着用你的剑椎调动你的剑椎，慢一点，你看剑椎这个样子的时候，脊椎松掉，脊椎就往后了，然后我的剑椎摆到后面去，它脊椎又往前了，所以用剑椎来摇动你的脊椎，从慢，你开始不熟悉，可以用比较大的幅度，可以做比较大的幅度来做，就像我们在做这个划船的，我的剑椎往前的时候，我的脊椎变成往后拉出来，然后当我的剑椎回来的时候，我的脊椎又摆回来，所以把这个动作先做大，然后慢慢你能掌握到剑椎跟摇动脊椎的关系了以后，再慢慢把那个振幅慢慢做小，可是那个程序没有变，听不懂？你可以先不要用手，你就是先做，你是先去掌握剑椎。手如果要随着动，你就随便它。可是现在我不要求手，来试试看。只去操控剑椎，其他通通松。你开始可以把步放宽一点，步宽一点，就我讲嘛，有两边的你就去找中，你把步放宽一点，这个两边变得比较远，然后你去找那个中，剑椎就是在那个中，所以你太小的时候啊，边界太小，你不容易找到那个中，因为它偏右会或者偏左，你不太容易感觉得出来，所以你把边界放大，然后先去找那个中。两边出来了，去找中，剑椎就在那个胯的中在中，找到中了以后，去调动那个中，慢慢做，放松的做，主要是你要能够感觉到你在操控剑椎，然后你操控剑椎以后，脊椎产生什么变化
不要变成弯腰，不要那么大，就在这个范围内做。不要用腰做，不要用腰做，因为你到这边的时候，你的肩椎停了，你接下来是用腰在做，你的肩椎没有停，由肩椎不停带出来的那个连续性的那个循环性的动作啊才对，不要弯，你这个不对，回来，回来。不对，你这是前后，有一点，你往前有一点，可是腰松掉，脊椎松掉，让它自动摆，回去不好，哎。所以你基本上是在用骨盆做，你是在做骨盆的后倾跟前倾，再尝试一下去用调动肩椎去感觉那个肩椎。有一点，前面再多，肩椎往前再多一点，让那个脊椎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弧度。对，然后回来，把它甩回来，甩，然后回来，甩回来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先找肩椎。有一点往前面再多，让脊椎的活动幅度大一点。对，有了，有体会到哈，对，对，但是你那个肩椎的活动对中央啊还没有很准，你往前的时候它会偏，你去抓准中央这个线啊，嗯，不对，不是起落，不是起落，你动动我看看，走，你的膝盖稍微弯一点，膝盖稍微弯一点。你知道什么地方是肩椎吗？上面是整个脊椎嘛？你想象它是一个鞭子的，肩椎是手把，你在那边晃动它，然后上面的脊椎会跟着晃。啊，去试试看。你先找到肩椎这个，
去动它，去动它，不要动整个骨盆。哦，不用这样，下面就好了。只要去操动剑椎就好。先给它。对，你先学会使用它，慢，让它上面的摆荡满，摆荡到头，对，肩不要起来，走，回去，慢，不要站起来，不要站起来，你一站起来就没有了。你看，你这样子，它是这样的摆动嘛？那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你一站起来就没有了。是这样，然后往后。它就是这样往前嘛？你看，往前，然后从下面回来，往前。所以它回来的时候，你的胸会被推到前面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往前摆荡了嘛。对，是吧？对，所以你不要站起来，那个力量的方向就变了。啊，你看。好，所以剑椎是前，我觉得它是绕一个圈，是绕圈啊，圈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它在原地，它在那边绕一个前后圈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不要站起来，你站起来前后圈就没有了。好，啊，哎。再慢，稍微有，你要让那个脊椎啊，你看，脊椎它的弯曲也是有层次的，然后再变成这样，看不懂？哎，要去等那个，你看，等那个脊椎到位，然后它甩回来，你又到前面去了嘛，甩到后面去了，往后一绕圈，往后一绕圈，脊椎被推到前面去了，从腰到胸推到前面去了，然后再往前面一绕圈，你看它就从腰胸颈后一绕圈，它变成这样子，所以慢，剑椎再绕一个前后圈啊。对，你还没有操控到剑椎，不对。好，你们要先去找那个剑椎的活动，你分清楚剑椎的活动跟腰的活动跟骨盆的活动，要把它分出来啊。所以你们那个剑椎的活动，我在这边，我骨盆在这边，我剑椎的活动，你看，剑椎的活动是这个。剑椎的活动是这个，所以我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你看剑椎的活动，脊椎变成这样，然后再回来，脊椎要到这边来啊。你如果用骨盆，你变成一个什么？骨盆后倾跟骨盆前倾，骨盆后倾跟骨盆前倾，剑椎没有动，看不懂？那有的时候你们会用腰，到这边的时候你会用腰去拉那个脊椎，不是，所以你要分清楚，你看它就是很小的，你先来摸，你刚才做你没有活动到这个，
站定，你看，是这个，看不懂？是这个，这个活动，不是这个活动，不是这个活动，这样没有动到剑椎嘛，晓得吗？对，用剑椎来带动骨盆。所以是剑椎，你看是剑椎先，剑椎引导，剑椎为中心来带动周边。这样不懂？谁要摸摸看？屁股动跟肩椎动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，你来摸。更细还是肩椎？本来就是啊，你肩椎动，你看，肩椎动是这个。看不懂啊？肩椎动是这个，要摸到底下。你看骨盆动是这个，骨盆动是这个，是不是？你看肩椎动是这个，肩椎是这个。谁用那么大力啊？手轻轻放着，你才能体会到啊！不要用那么大力推。你看，肩椎动，所以去找那个肩椎动，力量太大了，力量松一点，轻轻贴到，你才能感觉出来那个细微的活动。你看这个是肩椎动，这是骨盆动，是不是？肩椎动，这个。再摸一下，谢谢。看不懂？哎，等一下你们会了以后，慢慢会，我还要你们用剑椎来做圆，你来摸。哪边？我还是一样嘛，剑椎嘛。剑椎做圆，你还是什么？你用剑椎，你看，你用剑椎来画圆，有没有？剑椎画圆嘛？你用骨盆画圆是这样子的，你用剑椎画圆，我用剑椎画圆，你看。好，逆转啊？逆转。对，没错。再顺。对，这是顺转。要不要放一个摆在这边？听不懂？这样懂吗？所以你要分清楚，因为你的骨盆活动那个区域太大了，它实际上不能操控到脊椎，它操控到脊椎是从哪？你骨盆动操控到脊椎是从哪里？是从腰椎，因为骨盆动改变的是腰椎嘛。如果是从腰椎的话，腰椎它本身它受的怎么讲？它受的压力就大，你一直在操作那个腰椎嘛。可是你从肩椎的话，它不是，肩椎的力量是往上，是这样子上来的。你用腰椎不是，腰椎的操控它是什么？它是前后的，你的腰椎是折叠回来，回来，方向不一样，力量的方向不一样。所以你用肩椎操控你的脊椎，你的脊椎才会有这个力量，它不是从这样子出来的，它不是从这样子出来的，不是从这个出来的，它是从这个出来，它是从肩椎的这个。所以我在含的时候，我在收的时候什么？收的时候是肩椎摆动，往前面摆动，这是收嘛。所以你这个时候气就到这边来了，出去。那就是这样子，听不懂？你用肩椎摆到你的脊椎才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你的脊椎才会有这个活动。所以这种活动呢，它不是在任何一节上面做这样子的活动，听不懂？所以刚才说谁不要屈腰嘛？你开始做的时候，
你变成去屈腰了，那你的活动是从腰来，你变成这样子的活动了，听不懂？啊，再试试看。所以你的脊椎会有一个一直往上面的力，一直往上面摆动的这个力，往上摆动。啊。